很多人问我到底什么是运气，他们觉得运气是随机的，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但我会告诉你，运气其实是一种可以被制造出来的频率。你观察那些真正厉害的人，那些在硅谷或者在任何领域登顶的人，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奇怪的一致性。他们不是那种苦大仇深，每天在泥潭里挣扎的人，相反，他们有一种极其轻盈的状态。我把这种状态称为顺流。我们要聊的主题叫感恩，但我说的感恩绝对不是你在那些廉价的心灵鸡汤里看到的，让你机械地对每个人说谢谢，那太肤浅了。我说的感恩是一种深刻的心智算法，它是一种你对这个世界，对你所处的这个量子场域发出的原始信号。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很有钱却活得像个乞丐，而有些人看似平凡却总能在这个世界里横着走。我以前认识一个投资人，我们叫他老林。老林在圈子里很有名，不是因为他投中了多少独角兽，而是因为他的命实在太好了。每次市场崩盘前，他总能感觉到不对劲，然后全身而退。每次他想进军一个新领域，总会有最顶尖的人才自动找上门来。我问过老林，你的秘诀是什么？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让我记了很多年。他说，我从不和世界对抗，我只对世界说谢谢。当时我觉得这太玄学了，但后来我开始研究心智模型，研究大脑的运作方式，我才发现老林其实是个天才的算法工程师。他只是把自己的大脑滤镜调整到了一个特定的频段。你要明白，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极其精密的搜索工具。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，叫做感知过滤器。你的大脑每秒钟接收的信息量是巨大的，但它只会让你看到他认为对你重要的东西。如果你的一天是从抱怨开始的，如果你在心里说，为什么今天又堵车？为什么老板这么蠢？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？你其实是在给你的大脑下达一个指令。这个指令是去给我找更多让我不爽的事情，然后你的大脑就会非常忠诚地执行任务。它会让你忽略路边的鲜花，忽略同事的一个善意眼神，只让你看到那个对你冷脸的保安。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匮乏的频率。在量子物理的视角下，观察者决定了被观察的对象。当你以一种匮乏不满的心态去观察你的生活，你就是在塌缩一个匮乏的现实。你发出的能量信号是我不够，那么宇宙给你的反馈就是你确实不够。而感恩则是完全相反的逻辑，感恩是在宣告我已经拥有。这种宣告不是一种自我欺骗，而是一种对现状的深度接纳。当你开始练习去寻找那些值得感谢的微小细节时，你其实是在重新编写你的大脑代码。你开始训练你的搜索工具去寻找资源，寻找机会，寻找善意。我曾经读过一个关于幸存者的研究，那个人在极端的困境中活了下来。他不是靠身体强壮，而是靠一种心理韧性。他每天会在心里感谢自己还能呼吸，感谢阳光能照进那个小窗户。这种看似微小，甚至在旁人看来有点滑稽的心理活动，实际上在调节他的神经系统。它让他的前额叶皮质保持活跃，而不是让掌控恐惧的杏仁核接管大脑。这让他能保持清醒，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所以，感恩实际上是最高级的现实主义，它让你从生存模式切换到创造模式。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卡住了，觉得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回响，我想请你停下来。我们要做的不是加倍努力去推那扇关着的门，而是换一把钥匙。这背后有一个很核心的商业逻辑，那就是信用感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本质上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，我是一个值得合作的低交易成本的对象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总是抱怨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人，他们的社交半径是越来越小的。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一个黑洞合作，黑洞只会吞噬能量，而不会产出能量。而当你心怀感恩，你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丰盛，这种丰盛会吸引更多的资源向你靠拢。老林之所以总能遇到好机会，
是因为他在每一个微小的合作中都会表现出最真诚的赞赏。这种赞赏不是客套话，而是他真的能看到别人付出的价值。这让所有和他合作过的人都觉得很舒服，大家都想带他玩。这就是一种正向的复利效应。在心智层面，感恩也是在清理你的后台程序。我们的心智带宽是有限的，当你花时间去嫉妒、去比较、去愤怒时，你其实是在消耗你最宝贵的资产。而感恩是一种高效的清理工具，它让你能迅速从负面情绪中抽离出来，回到当下。我常说，所有的幸福都来自你对这个瞬间的解读。也许命运并没有对你不公，它只是在回应你心里的那个信号。如果你觉得世界是敌意的，世界就会向你展示牙齿；如果你觉得世界是友善的礼物，它就会向你展示花园。在这里，我得提到一个认知偏差。人类在进化过程中，大脑天然会倾向于关注危险和负面的信息，这叫负面偏见。这是为了生存，为了躲避狮子。但在现代社会，没有狮子了，这种偏见反而成了我们的囚笼。感恩就是那个能帮你拆掉栅栏的工具。当你强迫大脑去看那些正面的东西，你其实是在违抗那个原始的愚笨的本能，向更高级的智力进化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的稀缺资源不是金钱，而是注意力。你把注意力投放在哪里，哪里就会长出果实。如果你天天研究怎么抱怨，你就会成为一个抱怨专家；如果你天天研究怎么感恩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幸运专家。逻辑就这么简单。抱怨是匮乏的语言，而感恩是丰盛的语言。这不仅仅是措辞的问题，这涉及到你的自我认同。当你抱怨的时候，你是在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。受害者是没有力量的，受害者只能等待救援。但是，当你把我不喜欢这样换成我从中学到了什么，感谢这个提醒，你的身份就从受害者变成了学习者，变成了掌控者。我认识一个创业者，他在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中亏掉了几百万。换作普通人，可能就开始自怨自艾，开始找借口，甚至可能就此一蹶不振。但他做了一件事，他写了一封信，感谢那次失败。他列出了那个失败让他看清了自己的哪些盲点，感谢那个失误让他避免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几千万的损失。这就是一种强者的思维，他用感恩强行扭转了能量的流向。结果不到1年，他就靠着那次教训赚回了更多的钱。我们要明白，语言是我们心智的容器，你用的词汇越负面，你的世界就越狭窄。我们要学会练习使用那些带有光感的词汇，这是一种心理肌肉的训练。你想想看，当你对生活说我不行了，这太难了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其实是在分泌皮质醇，你的肌肉会紧绷，你的血管会收缩，你的人处于一种应激状态。在应激状态下，你的智商是下降的，你的视野是变窄的，你怎么可能在这种状态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？而当你深吸一口气说谢谢这一场磨练，你的身体会接收到一个信号，一切都在掌控中，我们是安全的。这时你的多巴胺和催产素开始分泌，你的大脑开始放松，那些原本被屏蔽的灵感和选项就会像星星一样亮起来。这不是什么魔法，这是生理学。你的语言在直接遥控你的生化反应。很多人问我每天也说谢谢啊，为什么我还是不开心？那是因为你的谢谢只停留在舌尖，没有进入你的血液。真正的感恩是一种全然的接纳，它意味着你不再对当下这一刻有任何抵抗，它意味着你明白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都是为你而来的，即使是那些让你痛苦的人，也是来渡你的，是来帮你修补你性格里的漏洞的。这种状态是非常有力量的。当你不再抵抗，你的心就会变得非常柔软且开放。在这种开放中，灵感才会进来，洞察力才会进来。我很多最好的投资决策都不是在焦虑的分析中得出的，而是在那种非常宁静，对生命充满感激的瞬间突然意识到的。这就像是收音机调频，
当你的内心充满了杂音，你永远听不到那个清晰的电台，而感恩就是那个能把频率调准的旋钮。你见过那种在极度混乱中依然泰然自若的人吗？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宁静。我观察过这种人，他们其实在心里已经和现实达成了一场伟大的和解。他们不对生活提要求，他们只是在生活给予他们的素材中寻找最美的切片进行感谢。这种存在状态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引力，它会让你变得非常迷人。这种迷人不是外表上的，而是灵魂深处的通透。大家都想靠近一个通透的人，因为在那样的人身边，连空气似乎都是新鲜的。在这里，我想带入一点量子物理的视角。整个宇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振动节点，所有的创造都是一种共振。当你发出感恩的频率时，你实际上是在和宇宙中最丰盛的那部分能量达成共振。这种感觉就像是你走在一条顺流而下的河里，你不需要拼命划桨，水流自然会推着你走。爱因斯坦曾说，他一生都在试图理解上帝的思想。他眼中的宇宙不是混乱的，而是充满秩序和奇迹的。这种对宇宙的敬畏和感激支撑他完成了那些伟大的发现。当你把自己看作是宇宙的一部分，当你意识到你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呼吸、你的意识，你现在能听到这段话的能力，都是一种赠予时，你那种傲慢和恐惧就会消失，消失了这些阻碍，你就是一个通透的管道。你要理解，宇宙并不理解你不想要什么，它只回应你的关注点。如果你关注缺乏，宇宙就给你更多缺乏；如果你关注拥有，宇宙就给你更多拥有。这是一个无情的算法，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量子纠缠的过程。你的每一个感恩的念头都在远方触动了一个对应的积极事件。当你在这里说谢谢的时候，在那扇你看不见的门后，一个新的机会正在慢慢成型。那些所谓的巧合，其实都是频率一致之后的必然相遇。你以为是你运气好碰到了贵人，其实是你先把自己调到了那个频率，贵人才会在你的现实中显化。任何不付诸实践的理论都是废话。我知道你们想要的是改变，改变不是发生在你听完这段话的瞬间，而是发生在你接下来每一天的具体行动中。我们要像健身一样去训练我们的感恩神经。我的建议是，你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你只需要在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，先别急着看手机，在床上躺1分钟，想3件让你觉得活着真好的小事。可能是枕头的柔软，可能是窗外的一声鸟鸣，也可能是你还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在这1分钟里，你要去真实地感受那种温暖在你的胸腔里流动，这就是在给你的大脑热身。然后在你的一天中，当你遇到麻烦时，尝试做一个深呼吸，别急着反击，别急着抱怨，在心里默念一句：谢谢你，感谢这个麻烦带给你的停顿，感谢这个让你看到自己局限性的机会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不再对抗麻烦，麻烦往往会自动消解。我也建议你准备一个本子，或者在手机里开一个备忘录，每天记录。哪怕今天过得很糟糕，你也要在垃圾堆里找出1颗糖来感谢。这是一种心智的纪律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去健身房，你推不动那个杠铃，你会抱怨杠铃太重吗？不会。你会知道是自己的肌肉力量不够。同样的，当你觉得生活太沉重，不要抱怨生活，要去锻炼你的感恩肌肉。当你能对最糟糕的情况都说出一声谢谢，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得到你。这种训练会改变你的神经通路，原本大脑习惯走的那条抱怨的旧路会慢慢长满荒草，而那条感恩的新路会变得越来越宽阔，越来越平坦。这听起来很神奇，但它有极其严密的心理学逻辑。当你不再是一个充满敌意和匮乏感的人，你身边的能量场就变了。你会发现路人对你的微笑变多了，你会发现那些棘手的人际关系开始松动了。这不是因为他们变了，而是因为你变了。你变成了一个更有磁场的人。
这种磁场会吸引好事，人们更愿意帮助一个感恩的人，机会更愿意垂青一个乐观的人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机会总是倾向于那些能创造价值的人，而感恩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情绪价值。当你能让身边的人感到被尊重、被看见、被感激，你就是那个最值钱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老林总能遇到好运，因为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磁铁。他不需要去追逐蝴蝶，他只要把自己的花园种好，蝴蝶自然会飞过来。命运从来不是一个冷酷的法官，它更像是一个调皮的伴侣。如果你天天跟他吵架，他就让你不痛快；如果你每天都给他一个吻，他就会给你一个惊喜。当你活在感恩中，你其实是在和命运玩一场无限游戏。在这场游戏里，没有真正的输赢，只有不断的体验和成长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所谓的挫折，其实是命运给你的一个侧击，想让你转向一个更好的方向。如果我们把感恩再往深处推一步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种终极的自由。这种自由是不受外在境遇干扰的自由。不管你是富有还是贫穷，不管你是健康还是疾病，只要你还拥有意识，你就拥有感恩的权利。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主权。当你拥有了这种主权，你就不再是命运的奴隶。你可以在废墟上起舞，可以在黑暗中发光。这也是我这些年悟到的最重要的东西。外在的世界总是在变的，股市会跌，身体会老，关系会变。如果你把幸福寄托在这些东西上，你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安宁。但感恩是一种内在的泉眼，它不依赖于降雨，它自给自足。当你能对生命本身说谢谢，你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。回想一下，我们这一路聊了这么多，从大脑的算法到语言的魔力，从存在的状态到量子的对齐，这一切的一切，最后其实都要回归到你此时此刻的这一颗心里。你现在坐在这里，看着这段文字，或者听着这段声音，你能感觉到你的心跳吗？你能感觉到你的呼吸吗？这一刻，你其实就已经拥有了宇宙中最奢侈的礼物——生命。这就是所有感恩的起点。我知道有些人现在可能正处在人生的至暗时刻，可能你刚刚失业，可能你刚刚失去了一段珍贵的感情，或者你正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。在这样的时刻，让你说谢谢，可能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冒犯。但我正是想对你们说，感恩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是容易的，但在暴风雨中，它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在这种时刻，你不需要去感谢那个灾难，你只需要感谢你还拥有一颗不服输的心，感谢你还有力气寻找答案，感谢这个痛苦正在撕碎那个旧的你，好让一个新的更强大的你从壳里钻出来。我曾经在最绝望的时候，每天对自己说100遍谢谢。我甚至不知道在谢什么，但我知道我必须守住我心里最后的那一点光。正是那一点点被我强行守住的光，最后引来了黎明。所以，请不要放弃。你的频率正在被重塑，每一次真诚的感恩都是在为你未来的奇迹投下一张赞成票。最后，我想送给你们一个承诺，如果你真的能按照我说的，哪怕只坚持7天，每天去练习这种感恩的心智功课，你的生命一定会发生一些微小但真实的改变。你会发现你的呼吸变深了，你的眼神变亮了，你的世界变得稍微温柔了一点点。这就是奇迹的开始。现在，我想请你做一件简单的事，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写下一件你此刻最想感谢的事。不要去管别人怎么看，那是你和宇宙之间的秘密对话。当你把它写下来，那种能量就正式从虚空变成了现实。同时，如果你觉得这段长长的分享对你的心智有一点点触动，请一定要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那个小铃铛。这不仅仅是对我的支持，更是你对自己成长的一份承诺。请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觉得需要它的朋友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焦虑横行的时代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充满感恩和正能量的圈子。当你把这份频率分享出去，它会以一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成倍地回到你身边。
时事在变，世界在变，但人心的频率是我们唯一可以掌控的资产。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做一个定海神针。感谢你陪我走完这段长长的旅程，感谢你的时间，感谢你的关注。请记住，当你愿意感恩，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帮你，因为你已经成为了那个值得被偏爱的人。愿你从今天起，生命如光，频率如金。我们下一次心智升级，再见。